整个统战系统不是中共那么简单，你们是不是碟中谍啊？台湾这边有蛀虫，对，也有蛀虫。两岸一家亲，串中烂台。林金城有诈欺、恐吓、伪造文书、反著作权等多项刑案记录。2020年赴上海后就未有返国记录。如果今天民进党真的要抓林金城，只要透过两岸共打协议，对岸就直接抓人了。那请问你民进党为什么不抓林金城呢？所以林金城是不是你民进党的同伙啊？林金城是在民进党时代犯下了诈欺作为，4、5年来民进党没有一天要通报抓林金城，放任林金城进行所谓的统战工作。《镜周刊》这么老练的杂志，他们有笨到揭露这个人是诈欺犯，是在帮八九吗？代表有些人对青鸟要上位这件事不满，民进党内部在大血斗嘛，所以赖清德搞了半天，白忙一场。从绝亲到网络蟑螂，到侧翼，到1450，到817，到塔利班，到哥布林，到青鸟，到最后的9级，程度一路往下滑，可是成绩是一路往上冲，最后只得赖清德亲自下场搞戒严。最可笑的是那些上车的小姑姑。阿炯纪录片你看了吗？阿炯都揭露了，你知道吗？打出那个消息的是诈欺犯，而且3个地方通缉，还是民进党放任的。小姑姑当场暴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林金城1980出生，有诈欺、恐吓、伪造文书、反著作权等多项刑案记录，因涉案到台中、基本等多处法院通缉。2020年赴上海后就未有返国记录。林金城宣称厦门申办多达4000多人，领证要3个月，有2000多人申办成功，而漳州比较少，早上办，下午可以拿证。然后我问一个问题哦，根据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条例，这种人如果说他现在还在被通缉，你为什么不抓林金城呢？你的共打协议写在这里耶，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司法互助协议合作事项，共同打击犯罪，认可执行民事仲裁等决定，接管受刑人裁判确定人，还有呢，双方同意之其他合作事项。打击范围涉及杀人、抢劫、诈骗、走私、枪械、毒品、人口贩运、组织偷渡、跨境犯罪等重大事情。还再来侵占、背信、诈骗、洗钱、伪造、变造等经济犯罪，还有什么贿赂、贪污、其他诈骗。一方经涉嫌犯罪，另一方认为未涉嫌重大但有社会重大危害，双方个案同意协助。所以如果今天民进党真的要抓林金城的话，只要透过两岸共打协议，对岸就直接抓人了。那请问你民进党为什么不抓林金城呢？随时可以执行，两岸没有断的共打协议哦，我们到现在还是一直都在共打协议，都在交人犯哦，包括诈骗犯也在交哦。那为什么没有抓呢？你没有通知对岸，人家怎么抓？所以林金城是不是你民进党的同伙啊？他2020年才去上海的哦，请问2020年谁执政？林金城是在民进党时代犯下了诈欺作为，2020年跑到上海，4、5年来民进党没有一天要通报抓林金城吗？放任林金城进行所谓的统战工作吗？林金城逃逸中国期间，因脑筋灵活混迹中国当地台湾黑道人士相熟，被泉州政协黄占期相中，福建对台统战平台设于泉州台商投资区、泉州台商青年创业区，林金城以总负责人身份进行管理，他连名字都没换。你不通报，我现在怀疑哦，这整个统战系统不是中共那么简单，你们是不是碟中谍啊？你是不是假装被民进党策反，故意来乱台呀？八炯，你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你已经法院认定舔共系网红了嘛。再来哦，影片中出现另外一名叫苏世恩，名字都没改，1990年次，比我还小。台中人在台有洗钱前科，2024年经小三通往厦门，在当地成立新磊能源科技公司名义搞清创。林金城介绍苏胜到中国之前还是无车无房无贷款商务人士，现在是公司老板，1毛钱也不用出。为什么放任林金城继续的跟这一些洗钱诈骗犯来往？2024年11月才去的赖清德，你已经在执政了，你的检察官有办法抓郑文灿，有办法抓柯文哲，有办法抓林怡景，有办法去抓其他的各种党政要政，没有办法去抓一个小小的苏世恩吗？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台湾放诈骗犯去对岸，然后让诈骗犯在那边养着，还吸收台湾的洗钱犯去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呢，一个失败的统战样板，把它拿来当做宝，拿来做所谓的纪录片也不查证，然后走反共议题流量的网红，把它拿来做，然后上骗各大绿媒，然后陆委会上车，绿媒上车，青鸟上车，该下车喽。我看我还是下车好了。
车门还说要焊死，后面说你们完蛋了，给了半天几乎没有什么证据，然后所搭配的竟然是对岸的不入流的这个台办的某一些官员，或者是一些某些执行统战的，然后可能要靠北京中央，要靠习近平重拳打击这些劣质台办吗？不觉得很好笑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台湾人该愤怒，因为民进党太邪恶了，他放任通缉犯在对岸为所欲为，扰乱台湾的社会秩序。民进党你还敢声张说你是抗中保台第一品牌，你是串中烂台第一品牌？回过头来，如果台办今天把两岸交流，福建的台办把两岸交流办成这个鸟样子，其实大陆的同学也应该愤怒，他们在浪费你的公帑啊！劣质官员啊，怎么会跟闽南人混在一起呢？还要被八九做的纪录片呢？这种官员不用拔官吗？笨舍瓜完啊！两岸大蛀虫，台湾这边有蛀虫，对，也有蛀虫，两岸一家亲，那不就是八九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了？所以今天我们纳税，政府做的烂就该干掉他们，垃圾官员就该下台，惩治严惩关起来，两岸都一样，全世界都一样。最后最可怜最可笑的是什么？那些上车的小姑姑，纪录片好真，遇到人就说姑姑，八囧纪录片你看了吗？姑姑，八囧都揭露了，你知道吗？姑姑，一切都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真的被渗透了，姑姑。讲出那个消息的是一个诈欺犯，而且呢被3个地方通缉，还是民进党放任的。小姑姑当场暴毙。我跟你讲，《镜周刊》这么老练的这个杂志，他们里面的很多人都是老记者了，他们有笨到今天这个揭露这个人是诈欺犯，是在帮八囧吗？你有没有想到这是个阴阳怪气的做法？八囧就把他当个最大的注脚，结果《镜周刊》用这种明明就是在说八囧纪录片用了诈欺犯的论脚是假的，结果他竟然说用逮到，这代表什么？有些人对青鸟要上位这件事情不满嘛，民进党内部在大血斗嘛，所以具体的呈现不就是老柯上周五打架也不打架，当然他不能打架啦，投票都不去，假一个问题啊，关押差点边啊，青鸟要冲进去，关押马差点边啊，不行哦，会有流血冲突哦。上礼拜2，刘静怡 get out， 谁投谁开除党籍，我打给总统了，党团自主，好不好笑？所以现在整个绿内部乱成一团，赖清德搞了半天，真的是白忙一场啊，内部烂成一团乱。从绝亲到网路蟑螂到侧翼到1450到817到塔利班到哥布林到青鸟到最后的9级，程度是一路往下滑，可是层级是一路往上冲，就代表说民进党已经是枝微末流了嘛，在他的整个的群众的动员里面，程度素质越来越差，最后只得赖清德亲自下场搞戒严。